最近在法租界内有2名女子接连被杀害，一名叫赵启梦，还有一名叫钱七月。三角形刀伤，右颈中刀，同一把凶器，同一个凶手。和赵启梦一样，都是被人用剪刀刺穿颈部，失血过多而亡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凶手是同一个人。你个臭不要脸的嫖哥！是谁嫖？我敢肯定，王家德不是凶手。暗娼集团一共有3个人，可是已经死了2个了。那么剩下这个人，要么是凶手，要么就是下一个受害者。我们都不愿意再重提往事，更不想让家人知道我们的身份。有人吗？有人？谁？您是齐妈？你们是？我们是从上海来的，找您是想就……我没有钱，如果有钱，我一定还给你们。我求求你，你们饶了我吧，我只剩下这半条老命了。我们是警探，你们是记者，就是你们毁了我这满庭芳！你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没钱，我真的没有钱了，我真的没钱。你们饶了我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，我真的没有钱了，饶了我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。没事。老大说案子破了，走，破了，何小姐，走。喂，孙启雪，你到巡捕房来一下。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抓到了凶手，请你来指认一下。现在？是的，因为怕打扰你家人，所以就不来接你了。麻烦你自己过来吧。我这就过去。谁的电话呀？啊，没什么，一个学生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去就来。那小姑娘什么时候来呀？你当面最好别叫她小姑娘，她是个警探。哦，是。文飞，我已经打过电话了。霍医生说，齐妈那种状况是典型的精神失常，他现在马上赶过来，看看能不能从齐妈的口中问出事情的真相。真相是靠查的，不是靠问的。人家霍医生可是专程过来帮我们忙的。长官，钥匙拿来了。好的，2位警探，随我来吧。来，2位里边请。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至于哪年的，搁在哪儿了，我真不知道，你们自己找吧。有咖啡吗？没有。齐妈疯了，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受害人之间的联系。一是他们都在满庭芳生活过，2是曾经跳河自杀，但又侥幸逃生。关于当年的事儿，孙启雪并没有完全跟我们讲实话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他们3个初到上海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做过佣人，当过纱厂的女工，也见过纱厂女工的手嘛。他们3个手上的皮肤很白嫩，保养得非常好，绝不是做过苦工的人。也许这些档案能告诉我们，孙启雪到底撒了什么谎。可是这么多，我们怎么找啊？一人一边，开始。
找到了。苍天锦起，奴襁褓之中，被抛弃于圣母堂，从不知亲生爹娘是何人。满庭芳其妈妈将我们收养，强迫我们操持贱业，从此妈妈打骂、嫖客折磨，日复一日，苦不堪言。本有良人救我出火坑，谁知天不长眼，良人已去，知音断绝。我等虽生而为人，却从无做人尊严。而如今别无他想，只求脱离这污沼泥潭。我们姐妹4人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姐妹4人，不是3个人的遗书。看来齐学想隐瞒的就是第4个人。你仔细看这份遗书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这个遗书是假的。遗书是真的。这封遗书上有4种不同的笔迹，应该是他们4个人一人一句写下的。当年警方做过对比，已经确认了是他们4个人亲笔所说。就算是有人想作假，想要完美的模仿4个人的笔迹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看出来了，信纸。你看这个信纸的下缘有被人裁剪过的痕迹，而且从折痕上来看，一般这么折的话都会把纸给对齐，但是这张纸却没有，说明这封遗书不是完整的。有人想故意掩盖遗书的内容。等回到上海，去问齐雪就知道了。收起来。进。你们是从上海过来的警探吧？对啊。有你们的长途电话。好。怎么了？孙齐雪死了。什么？我们不是已经派人保护他了吗？叶长青撤了岗。我们刚有点线索，怎么这些人全都死了呀？剩下一个骑马也疯了，难道说这案子是要走进一个死胡同了吗？言之过早。言之过早。会长。我们又要合作了。我说过，我从不和别人合作。告辞啊。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？魏清河。就是他。齐妈，宝贝女儿，齐妈，没用的，这老太婆已经疯了很久了。我的宝贝女儿，我的宝贝。来客人了。来客人了，来客人。客人在哪儿啊？你不记得我了？你是张公子。哎呀，张公子啊，你可是好久没有来我们这个满庭芳了。是啊，好久没来满庭芳了，这儿变化还挺大的。是啊，我是花了大价钱把这儿给翻修了。齐妈，既然花了大价钱翻修，不带我四处转转？要的，要的。来来来，张公子，你随我来。我们这个满庭芳啊，那可是这条街上1等1的青音小班。我的那些姑娘啊，个个都是吹拉弹唱、琴棋书画，样样精通。啊，这西洋的钢琴呢，会弹那么2支；这外国的小曲儿呢，也会唱那么3首。她们可都是我的宝贝女儿，只卖艺不卖身。不过，
客人，你要是真的喜欢，那就得看你的心成不成了。是我疏忽了，我应该留在孙喜雪的家里等待凶手出现的，而不是跑来苏州找一个疯老婆子。是我害死了她。这不能怪你，你走之前已经安排的好好的了，是叶长青擅自撤的岗。不求同年同月生，但求同年同月死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就算你犯了错，你也不至于寻死啊！谁告诉你我要寻死了？那你干嘛往河里走？我在揣摩当年满庭坊4大名旦投河时的心情。难道这里是他们当年投河的地点？是，案件的卷宗上说，在渭清河的上游，距离麻姑庙500米处，应该就是这儿。齐雪死了，齐妈疯了，当年的线索全部都断了。我一定要搞清楚，齐雪在向我们隐瞒什么。而距这儿不到500米处，就是另外一条沉木河，那条河的河水比这儿可深多了。如果他们真的是寻死的话，为什么会选择一条浅水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假自杀？齐雪说过，他们是被路过的船民给救起来的。可这条河根本就不适合行船。那说不定他们是被河水冲到了下游之后，再被渔民给救起来的。下游。自从有了他们4个以后，我的生意真是好的不得了，不得了。我满庭芳那在苏州是响当当的头一块牌子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们都跳河死了。快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别让他跳河！我把你们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，我把你们捧在手里，我把你们放在心里。他们跳河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李公子，公子，把手张开。把手张开。哎，你干嘛？重量差不多，来吧。把杆给我。走，跟上他。看，在那儿。在上游投河的话，如果不熟悉水性，很快就会被水流带到这儿。过了这座桥，到前面的大河，就有可能被船民给救起来了。不过，就算被救起来，恐怕也已经是体无完肤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要的是咖啡。对不起，只有姜汤，委屈你了，大侦探。霍医生，我猜你一定是发现什么重要线索了吧？我想霍医生对齐妈的问话也一定非常顺利吧？给。都是齐妈亲口说的。当然，我可没有必要伪造证词。
有个李公子曾经私底下给过齐云一大笔赎身的钱，可是4号弹跳河之后，这笔钱就不翼而飞了。7、8人呢？还在满庭坊。龙飞，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你放心，齐妈肯定跑不了。齐妈不是凶手，她是凶手的下个目标。糟了！住手！寻访警探！别动！把手举起来，转过来。抬起头。警官，我是卖鱼的，我经过满庭坊，那个方老太婆叫我上去说要买鱼，可后来又不给钱，我就和她吵了起来。她突然扑上来要打我，我一时失手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警官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钱招娣，大家都叫我阿弟。不，那不是你的真名，你的本名叫齐云。他怎么可能是齐云啊？外貌不一定会体现出一个人的真实年龄，而生活境遇却可以极大的改变一个人的外貌，尤其是对于一个死过一次的人来说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知道齐云是谁。三角形刀刃和杀死齐梦、齐月、齐雪的是同一把凶器。我一直以为是一把剪刀，可是没想到却是一把鲨鱼刀。你在杀害他们的现场留下了很多指纹，等回到上海之后做一个对比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我能抽支烟吗？我从小在育婴院长大，16岁被卖到满庭坊，被迫接待各种各样不认识的男人，门口酒气的醉鬼，7老8十的老头。干我们这行的，表面上养尊处优，背后受了多少苦，只有自己心里清楚。这种日子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直到我遇到了李公子。云，我就要筹够钱了，下个月就能帮你赎身。我们可以一起开一间小杂货铺。我已经看好店面了，就在下乡街。我做老板，你当老板娘，再生一个跟你一样漂亮的闺女。我不要生闺女，我要生儿子。生闺女被人欺负。好，都听你的，就生个儿子。他为了把我赎出去，变卖了所有家产。我以为我终于要脱离苦海，谁知道齐云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李公子他出事儿了。李公子怎么了？李公子他被撞死了。不可能，你们骗我！真的，云，起码没有骗你。就在桂云路上，满地都是血。你别去啊！尸体已经被李家领走了，你去了也看不见。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3天3夜，一心就想去陪李公子，不吃东西，也不想见人。云，多少吃点吧，这样会祸坏身体的。你们不用管我，我死了不是更好？你说什么呢？
我们几个姐妹发过誓的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怎么可能看着你不管呢？你们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你们应该都知道燕红姐姐吧？她离开满庭芳2年后，日子过不下去，投河自尽了。早晚都是受苦，真不如死了算了。如果你真的不想活了，我们陪你一起去。就这样，他们陪我聊了一晚上。到天亮的时候，我们4个决定一起投河自尽。那李公子给你赎身的钱呢？李公子给我留了1万两银票，但是他人没了。这钱对我也没有任何意义，我不想留给齐妈，打算把他和遗书一起邮到报社，拜托他们帮我转交给李公子的家人。你亲眼看到齐雪把信投到了信筒中，可你却不知道，他们提前准备了2个信封。当时的我真的是太傻，我居然一点都没有怀疑，我就相信了他们说的。齐妈想得到这1万两银票，所以派她的3个干女儿来骗你，让你说出钱藏在了哪儿。可是没想到，她们3个见财起意，不仅摆了齐妈一道，而且还骗你去投河自杀，最后拿走了这笔钱，远走高飞。有遗书作证，再加上你的确是自愿投河，没有人会怀疑这是一桩谋杀案，简直是完美的犯罪。可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你竟然大难不死。我被河水冲走，礁石撞在我身上，划在我脸上，我疼得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渔夫的船板上。醒醒，姑娘，姑娘，听得见吗？啊，姑娘，姑娘。一开始，我还是一心想着寻死。几次往河里跳，几次都被他救了上来。我慢慢，终于断了轻生的念想，和他过起了日子。渔民的生活很辛苦，风吹日晒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变成了一个没人认得的老太婆。直到不久前，我沿海打鱼。经过上海，在4马路附近卖鱼。齐梦，齐梦，齐梦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？是我，我是齐云，我是齐云啊！他居然以为我是上明讨债的鬼魂，吓得把一切都说了出来。我才知道，我的一生就被所谓的好姐妹给毁了。不要，
这不怪我，这都是齐月和齐雪的主意，我是被他们逼的。齐月、齐雪他们在哪？我包里有他们的通讯录，我找给你。真的不是有心要杀的，可我心里真的是太恨了。可你还是拿走了通讯录，找到了齐月和齐雪，并且杀死了他们。这可不是什么一时失手，而是你精心策划的谋杀。你杀红了眼，然后跟着渔船一起回到了苏州，以卖鱼为名回到了满庭坊，杀死了你最后一个仇人。你让那些毁掉你一生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可你也因此付出了你的人生。我哪里还有什么人生？齐韵在5年前就已经死了。这5年对我来讲，就像是一场梦。现在时间到了，该结束了。可你的丈夫，还有你的孩子呢？没想到真相居然是这样，我倒情愿没有破案。你同情他，也改变不了他是凶手的事实。你这人有时候怎么就那么冷血啊？我怎么冷血了？会上，您忙？啊，就他不冷血。当然了，霍医生办案认真，对人又有耐心，整个巡捕房都这么认为的，不像某些不懂人情味的顾问。乖啊，不哭了啊。我妈妈还没回来吗？你是阿德吧？是先生，您找我什么事啊？听说你这儿的鱼既便宜又实惠，就来看看。您请坐，要什么鱼啊？都是新鲜的。2条鲈鱼。哎，你稍等啊。小朋友，过来，给你饼干，来，过来。来，哎呀，孩子几岁了？4岁了。他妈妈呢？哎，前几天出门卖鱼，出去就没回来，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。你找警察报案了吗？我们穷人的事情啊，警察根本就不管，我报了也没用。那他妈妈临走前说了什么吗？他说呀，把孩子送到城里去读书，长大了不要像他一样受欺负。小朋友，你妈妈说的对，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就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。这个送给你，等你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再拿出来用。记住了，千万不能让坏人把这个给骗走。
先生，你的鱼好了。先生，爸爸，先生，先生。我还以为案子有什么没查清楚的地方，所以跟过来看看。但没想到，你是个那么好的人。原来之前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恶人啊！恶人当然算不上啦，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好相处。走吧。你们终于回来啦！思思姐，查案辛苦了，我煲了汤，一会儿给你们拿去啊。你们先好好休息。没事儿，思思姐，我不累。什么不累？你看你熬的黑眼圈都出来了。今天晚上好好睡个美容觉，明天给你介绍个相亲啊。相亲？像小曼这个年纪，在我们这里早就应该有2个小宁了。哈哈。苏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先上楼休息了。哎，小曼。姨妈，案子终于破了，凶手是个可怜的女人，是如今这黑暗腐朽的社会将她推入了命运的深渊。我同情她的遭遇，也遗憾她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破一个案子，也许只能还人间一点点正义，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我相信，只有人人心中存着信仰，未来终将一片光明。晋商会的赃款有消息了，黑钱不会真的流出去了吧？是一个庞大的组织。不会是？没错，是开普坦。可是他不是在牢里吗？你知道这笔巨款有多少吗？多少？足够他打造另一个上海租界的黑龙会。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有新动作。周日晚上在派克路发生一起火灾，造成3死5伤。起火原因可能是因为住户吸烟不慎所引起的。18号住户是郑远先生，他说自己已经戒烟戒了10年了。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些疑点吗？我需要你给我授权，让我以巡捕房的名义来展开调查。这儿应该是尸体的位置。不但有烤肉的味道，还有酒香。继父，你又做噩梦了。放过我吧，金先生！放过我吧，金先生！金先生，放过我吧！是您报警说今天晚上会有人来纵火吗？是我先生梦到的。说，你是什么人？林先生需要的不是保护，而是去看医生。我觉得这个王继富，他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。
？Long time， 大概有10几年了吧。我听说这个早稻田大学的法律学院是1920年成立的，10几年前的话，应该还没成立这个法律学院吧？你到底是干嘛的？我是侦探，特别擅长推理哦。啊，就比如你刚才一直冒汗，你的舌头发黄，眼睛无神，那你最近一定有腰酸背疼、腿抽筋的症状吧？那你一定是纵欲过度，肾虚吧？花心哦。我啥？我还有点事情要忙，先走了。记得买单。哦，没想到陈小姐也喜欢这种肾虚的。